2022年，美軍做出了一個足以載入槍械史冊的決定，放棄沿用近60年的5.56毫米步槍，轉而換上搭載智能瞄具、發射6.8毫米彈藥的智能武器系統。這款槍曾被寄予厚望，一度被認為是未來單兵武器的發展方向。然而，光鮮亮麗的光環背後卻遭遇越來越多的質疑。究竟是什麼樣的致命缺陷，讓這款被寄予厚望的智能步槍頻頻遭人詬病？美軍70多億美元打造的下一代主力步槍，難道真要慘淡收場嗎？今天我們就來聊聊美軍的下一代天價主力步槍 M7 的4大致命傷。要看清 M7 的第一個致命傷，我們必須先讀懂步兵戰術史。二戰和越戰的海量戰場經驗，讓美軍逐漸意識到，在現代遭遇戰中，絕大多數普通步兵壓根看不見敵人在哪裡。戰場的勝負主要取決於誰能用最快的速度傾瀉最多的子彈，形成火力壓制。為了實現更密集的火力壓制，美軍放棄了 7.62 毫米口徑的 M14， 轉而換裝輕巧的 5.56 毫米 M16 和 M4A1 卡賓槍，把單兵攜彈量從100多發拉高到了210發。步槍重量也控制在了3公斤左右。這套輕量化、高攜彈量的戰術理念是幾十萬美軍士兵用戰場經驗換來的。然而 M7 的出現，把這50年的進化成果一槍打回了原形。M4A1 空槍不到3公斤，滿彈也就 3.3 公斤左右，而 M7 呢，裸槍就重達 3.8 公斤，再加上為了應對高膛壓設計的專用消音器，以及重達1公斤多的 XM157 智能火控系統，這把槍在戰鬥狀態下的權重直接飆升到了 6.8 公斤。6.8 公斤是個什麼概念？這已經接近一挺輕機槍的重量。美軍不是給步兵發了一把突擊步槍，而是讓全班每一個士兵都背着一把輕機槍去跑戰術動作。更絕的是它的重心，重達600克的消音器和龐大的火控系統都集中在槍械前端，導致 M7 嚴重頭重腳輕。在阿富汗山地或者城市 CQB 室內輕防時，士兵長時間端槍保持瞄準姿勢，左臂肌肉會迅速痠痛發麻，握持穩定性大打折扣。第二大致命傷，單兵攜彈量下降，火力壓制徹底破產。整槍過重，重心失衡尚且只是缺點之一。為了讓 M7 在遠距離擁有更強的穿透能力，西格绍爾研發了一種新型的 6.8×51毫米彈藥。相比 M4A1 的 5.56 毫米 6.8 毫米彈藥不僅彈頭更大，整體尺寸和重量也明顯增加。這直接導致 M7 的彈匣容量從 M4A1 時代的30發銳減到20發。美軍標準單兵攜彈量也從之前的210發下降到了140發，火力續航整整縮水1/3。1/3子彈的差距看起來並不大，但對於戰鬥中的士兵來說，這絕對是一個極其致命的問題。試想一下，你在未來的高強度遭遇戰中，面對敌方優勢兵力的壓制，原本可以靠30發彈匣進行潑水反擊，現在你扣2下連發，20發彈匣就見底了。頻繁的換彈間隙就是敵人突進的生死窗口。美軍101空降師的士兵曾經反饋，使用 M7 交戰不到10分鐘，彈藥就幾乎耗盡，到了15分鐘，他們的有效壓制能力幾乎喪失。美軍花費半個世紀總結出的火力壓制理論，在 M7 身上徹底破產了。可能有粉絲會問，美軍軍方腦子又沒進水，他們難道不知道輕量化和高攜彈量的重要性嗎？為什麼非要搞 6.8 毫米口徑？這就引出了 M7 最核心的矛盾起源，美軍的防彈衣焦慮症。美軍在近年的假想敵評估中發現，潛在對手正在大規模普及3級甚至4級重型防彈衣，而现役 5.56 毫米彈藥在遠距離面對重型防彈衣時，穿透能力已經力不從心。所以美軍提出了一個看似矛盾苛刻的要求，既要讓子彈具備更強的遠距離穿透能力，又不能增加步槍尺寸。但在槍管長度有限的情況下，想獲得更高性能，就只能從彈药本身尋找突破。所以西格绍尔選擇了一條激進路線，通過提高彈藥膛壓來獲得子彈威力。第三大致命傷，極限膛壓讓先進性能付出巨大代價。M7 採用的 6.8×51 毫米彈藥，膛壓高達驚人的8萬磅每平方英寸。咱們做個對比，傳統的 5.56 毫米彈藥膛壓大約是55000磅每平方英寸，甚至美軍 7.62 毫米通用機槍膛壓也只有6萬磅每平方英寸。
6.8 毫米彈的膛壓幾乎與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主炮的膛壓相近。為了讓彈藥承受這種極限壓力，西格紹爾公司甚至採用了不鏽鋼底座加黃銅彈身的複合彈殼設計。而如此激進的設計也確實帶來了更強的性能，但性能的提升從來不是沒有代價的。為了換來更強的威力， M7 也必須承擔高膛壓帶來的各種弊端。第一個弊端，消音器從配件变成了必需品。在13英寸的短槍管裡，8萬磅每平方英寸的火药气流燃燒極不充分，如果不装消音器， M7 噴出的巨大槍口焰和衝擊波，在夜間能瞬間閃瞎士兵的夜視儀，在室內能把旁邊隊友的耳膜震到出血。第二個弊端，消音器變成滾燙的負擔。既然消音器成了壁掛件，那炽熱的高壓氣體全被堵在消音器裡。美軍實測顯示，全自動連續打完2到3個彈匣，消音器的溫度就會飆升到幾百攝氏度，直接開始發紅發燙。士兵在戰術下低頭或者匍匐時，稍微碰一下消音器，戰術背心和皮膚就會被瞬間燒融。槍管膛線和槍機組件在極限高溫高壓下被劇烈侵蝕。美軍上尉 Trent 在一份公開的測試報告中透露，部分試用槍支在打了僅僅2000發子彈後，槍管內壁就出現了劃傷或凹陷。全自動射擊時的巨大後坐力更是讓普通士兵難以控槍。講到這裡，你可能會好奇，槍又重，後坐力又大，那美軍普通士兵在300米外怎麼打得準呢？第4大致命傷，過度依賴智能瞄具。美軍給出的方案簡單粗暴，用科技解決問題。他們給每把 M7 搭配了一套價值上萬美元的 XM157 智能火控系統。這東西集成了激光測距、彈道計算機、環境傳感器和風向計算。士兵瞄準目標，火控系統會自動在鏡子裡標出紅點，你只需要把紅點壓在敵人身上，扣動扳機就行。看似先進的高科技裝備，也讓美軍陷入了對智能瞄具的病態依賴。畢竟 M7 本身重量大，後坐力強，一旦失去 XM157 智能火控系統提供的彈道輔助，普通士兵想要在遠距離穩定命中目標，難度會明顯增加。那麼在未來高強度的電子戰戰場上，或在零下30度的極寒環境中，如果電池耗盡、光學鏡頭破損或者電子器件失靈，美軍步兵手裡握的將是一把重達 6.8 公斤的烧火棍。縱觀美軍槍械發展史，你會發現一個極其諷刺的輪迴。當年的 M14 步槍也是美軍為了追求大威力、遠射程而制造的產物，結果在越戰叢林裡被靈活的 AK47 打得找不着北，僅僅服役幾年就被倉皇淘汰。今天的 M7 似乎正在重演當年的悲劇，為了解決遠距離穿甲這一極端戰術指標，把槍重、彈少、過熱、難控這一堆致命麻煩統統甩給了一線士兵。這根本不是一次純粹的技術飛躍，而是美國官僚主義、軍工巨頭的商業利益以及戰術焦慮下產出的怪胎。隨着美軍基層士兵吐槽聲的遞增， M7 未來的命運究竟是會像宣傳片裡那樣全面取代 M4， 還是會像當年的 M14 一樣成為美軍歷史上又一次昂貴而短暫的試錯？如果換作是你身處戰場，你願意帶一把裝滿210發子彈、輕便可靠的 M4， 還是能穿甲但只有140發子彈、重達 6.8 公斤的 M7？ 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見解，我們下期再見。